嘿，大家伙早喽！3月25号星期六了啊，又下雨了，看不小呢。今天我的第3个训练日，轻松跑得短一些，有点凉，因为这边下雨，刮风比较严重。最近我看评论区好多的小伙伴受我们频道这么多跑者一起的鼓励和鼓劲儿吧，增加了训练量，或者刚刚开始跑步，又开始说起了一些伤痛的问题。看评论看得我有一些心得。今天跟大家伙聊聊我这些年的一些经历，还有我怎么处理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好吗？那地下水坑还是不少。今天去大阪城了，今天不往城里跑了，找一个比较安全的路。那咱一会儿聊啊。昨天探索那条路确实是不错，那个感觉也不错。我也在看昨天视频的弹幕，我觉得马拉松的魅力至于我，其实就是一个看不到头的赛道，或者看不到头的跑道。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像场地赛或者是什么，其实是有目标的，是很短的。马拉松虽然也有目标，42公里，但是这个目标在我看来很远。而且就像昨天我说奈良这个事情，我觉得赛道一直向前延伸，意味着无限的可能，或者更多的可能。就像我鼓励刚开始跑步的小伙伴多跑一些，比方说你平常只跑5公里，你今天跑了6公里，那最后的这1公里就是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一种从未踏足的体验。评论区好多小伙伴说，开始跑步或者增加训练量以后受伤，膝盖疼。我是这么理解这个事儿：你只要是练，不管练什么，哪怕你练俯卧撑，你都会疼一开始，只不过疼的地方不一样。你觉得练俯卧撑肌肉疼酸痛是正常的，那练跑步膝盖酸痛其实也是正常的。因为大多数人，城市人口几乎是不适合运动的，现在身体条件都是很薄弱的，对吧？而我们对马拉松的训练或者对跑步的训练，就是找回我们作为人类这个生物其实已经进化出来的一种能力，只是在我们这么长的这个城市生活中，或者说是现代生活中，它被隐去了或者被忽略了。这个不可否认，因为很多的科学逻辑会分析说，人其实是一个很适合耐力项目的一个身体条件。而且其实人跟人其实都差不多，当然有天分的存在，但是就受伤这一块来说，只要没有先天的问题的人，大家其实都差不多。所以我的观点是，跑步前4年甚至前5年，身体上疼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我跑步的前4、5年里，各种受伤，各种疼，弄不好就拉伤，弄不好就关节疼痛或者脚疼痛、脚踝。至于膝盖疼这个事儿，有的小伙伴很在意，去医院查。其实疼是什么呢？疼可能是2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就是疲劳了，另一种可能性就是损伤了。其实
两者的可能性差不多，甚至说损伤的可能性大一点。就像你练肌肉，其实也是破坏了肌肉的组织，让它再长，这个没有办法。就是说，你查出有损伤不用怕，真的不用怕。你听专业医生的指导，所谓专业医生是运动科学类的。我原来还说过一个观点，就是运动科学类的医生，他跟你说有用的话是说，如何让你尽量的在不影响训练的情况下，让它正向的越来越好。这侧面证明我之前说的一个理论，就是面对伤病，比方说受伤当天，你的伤痛是100%，之后呢，第二天，比方说恢复到了50%，第二天选择轻度的适量的训练，这伤又增加到了70%，第三天呢，恢复到了40%，就这意思吧。就总之，它整体上看是越来越好的，我觉得就没问题。当然了，你要是已经活动受限了，您自己也不会去训练、去冒险。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我相信屏幕前的小伙伴都是理智的，都是激进不冒进的。这是靠谱的运动科学的大夫给你的建议。当然，如果真的不行了，他也会实话跟你实说，对不对？相对不靠谱的就是休息吧。那这医生我也会当，因为你只要不需要手术，这种伤痛你也没法吃真正能治本的药，最多就是止痛的药或者外敷的，对不对？就等于它完全没有解决你的问题，是不是？大家想想这个逻辑。像腿上的伤痛，除了髂胫束综合症我没有得过，其他的应该都经历过。只有没有得过的这个很常见的髂胫束这个病呢，其实就是肌肉不够，怎么说呢？肌肉不够强大，大腿的肌肉，这是第一；臀部的肌肉不够强大，这更关键，造成你有点失衡。有的说是要多拉伸，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增强肌肉的力量，就是要治本。当然，拉伸是解决你的疼痛，这样的话可以让你继续训练。其他的，像膝盖酸疼，这个我经历过很多。你跑多了以后，一开始刚训练的时候，那几年跑得多了，或者经历了比赛强度等等，你下楼膝盖酸很正常，这不用太往心里去。膝盖内侧疼呢，一般就是两个可能性，一个就是内侧那个肌肉，就是大腿斜后方那个肌肉的附着点那儿有炎症。另外呢，就是半月板的问题，后者的可能性其实不大。这种就是强度不够，家属开始训练这2周也说膝盖内侧疼，但是疼也就疼了，接着吧。而且我敢说，就基本上像我这年龄以后的小伙伴，经历了这几十年的生活。你去做膝盖的核磁共振，多多少少都得有点毛病，因为人生下来所有的零件都是在越来越坏的过程中，因为你在用它嘛，对不对？只不过用的快慢的问题。就跑步是不是会让这些东西坏得更快？我持中立意见，或者说从感性上我否认。但是从理性上呢，我觉得有可能。但是这就像几年前我看一个研究，就是研究雾霾这个事儿的时候，说把动物小鼠放到一个 PM2.5 特别高的环境下，一个让它待着，一个让它运动，然后2个其实最后的结果差不多，
就是说正负相抵了，因为运动本身会加强你的能力。我其实是觉得，为什么我觉得说运动有帮助呢？因为像膝盖这种或者是脚踝，它都是靠怎么说呢？靠整条腿的肌肉在支撑。如果你的肌肉锻炼的强大了，关节锻炼的强大了，韧带锻炼的强大了，等到你老了，你总有跑不动那一天，对吧？但是这些东西留下来了，它会让你生活的更舒适。有人会说运动员到老了，有的会很难很艰难，那是因为那是他原来的伤造成的，而且那种伤真的不是普通人承受得了的，不是今天我这儿不舒服或者哪儿疼的那种伤。运动员的训练强度，可能大家都不一定能想象得了，我也不能。我听说过一些，见过一些14、15岁的小姑娘，20、30公斤的杠铃蹲着做这个交叉腿的跳，哇，这太可怕了。所以人其实没有那么脆弱。大家在跑步的过程中遇到伤痛，像我是这样面对。我举个例子，有一次跑步，跑完以后最后1、2公里了，跑完以后突然就右腿的膝盖疼，就不能下楼了，就刺痛，就是髌骨上面那个筋膜那儿好像是。但是我的判断是没事儿，因为如果真正是关节腔里边出问题，是不会有这种刺痛的。然后就休息，然后找了一个理疗去放松大腿的肌肉，让那个筋膜别太紧张。大概几天也就康复了。就这种刺痛了，就不要再训练了。我的判断就是，如果是刺痛，我就休息了，就是严重的啊。还有一年，大概是2000年吧，那时候跑的跟现在差不多，没有现在多呢，还脚踝刚开始起跑几公里特别疼，但是不是刺痛，是钝痛或者酸痛。后来看了看，说是退行性病变，我没把它当回事儿。跑了1年，结果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总结一下，就是各种的伤和难受啊，都是身体不适应这强度。那你就判断你这强度合不合理。就现在大多数人锻炼，包括像我现在的强度，我觉得跟人类比都是很合理的，就没有超出一个限度，而且生物其实不太可能把自己真的超过那限度练死。3月25号星期六清晨7点13训练结束啊。今天早跑的短，13公里59分钟，平均配速4分34，心率142，步频197，功率213。今天第3个训练日，又穿上了这双2代的阿尔法 Fly。今天已经几乎完全感觉不到有磨脚的状态了，很快就能适应它。但是其实也是有穿的时间长会把足弓那块踩下去一点，所以以后要是再买这个型号的鞋的话，就得多考虑一下。我可能会先去试试Vaporfly Next 的第3代，等大批量的普通颜色的货上市以后，因为这种鞋基本上除了第1批的那个限定款，到后边都非常好买到，而且很快就能有一些8、9折、7、8折的东西了。还是比较期待的，我觉得可能还是 Vaporfly 系列比较适合亚洲人。刚才说一半没电了啊，就是我总结一下，就是大家，我相信屏幕前的小伙伴都是可以做到激进不冒进的，激进一些呢，就能让你更容易的冲出舒适区。
适当的激进是有必要的，因为如果没有激进，我们就不会进步。至于冒进呢，大多数时候，如果我们真的面临一个严重的或者很难受的伤病，我们是不会贸然的去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下的，对吧？相信大家。另外呢，开头说的马拉松或者说跑者面对的一条看上去没有尽头的路，并不是说没有尽头我们就没有结果，不是的。就像跑完马拉松，像刚刚跑完的42公里，深深的鞠一躬，感谢生命中有他。你在奔跑的生命里，你可能到某一个时间，你回头看看自己以前跑过的路，看看自己以前跑过的里程，看看穿坏的鞋，看看各种拿到的成绩。如果再让你选一次，问问自己，你还选择它，那说明你的选择没有问题。同时呢，这些东西呢，也是你生命中不可多得的、非常珍贵的，一段发光的时刻，对不对？行吧，那就再次鼓励一下屏幕前的您，也祝福一下屏幕前的您，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加油干，是吧？然后明天还是回评论，大家有什么想跟我聊的呢？就评论弹幕，加油干，加油干，咱明儿见。